一种恐怖的丧尸病毒在佛罗里达传播，可怕的感染速度很快就传染整个美国，感染者会变得嗜血狂暴。为了控制这种病毒的扩散，政府购买了大量无人机巡逻，一旦发现有人不在家隔离擅自出门，就会被无人机当场击毙。但隔离期间并没有物资补给，所以还是会有人冒险外出寻找食物。一对小情侣就惊慌地往山上跑，无人机的轰鸣在后面响起，很快女人便跑不动了，趴在地上，嘴里大口吐着鲜血。看来女人已经感染了丧尸病毒。男人想拉着女友继续逃命，可女人却将他一把推开，让他自己走。男友这时也明白了对方的意思，略微犹豫之后还是独自逃命，但还没跑2步，身后的女人就被弩箭射杀。他刚想回头看看，可下一秒，另一边的阿伟，他被隔离在山上的一个木屋中。从他被告知是无症状感染者已经大半年，期间他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抽血用于研究。为了保证血液的健康，阿伟制定了很多闹钟，每天严格遵守规定的时间，按时吃饭和锻炼身体。睡觉前还要检查眼球是否出现异常。晚上11点必须准时抽出一些鲜血，然后到了第二天，在无人机的监视下，将抽出的鲜血放到指定位置。而作为回报，阿伟不用寻找物资，无人机会定期给他带来食物。就这样，阿伟机械性的过着一天又天。之所以阿伟能坚持下去，就是因为每天能和女友玛丽视频。玛丽也是一名医护人员，她一直鼓励阿伟坚持下去，只要从血液中提取到抗体，那么这场病毒灾难将会结束，他们也能尽快见面。与玛丽结束视频之后，阿伟拿出了一个电话本，他其实也在尝试联系外界了解情况。自从被隔离在这个山上后，阿伟就相当于与世隔绝，他也不知道外面是否安全，只能随机拨动电话簿中的号码，希望得到其他人的回复，可始终没有人接听。但就在这天，阿伟正像往常一样检查身体时，房间里的电话居然自己响了。阿伟急忙跑过去接听，电话那头是一个叫马斯克的陌生男人。他告诉阿伟，外面现在一团糟，城市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繁华，食物的短缺让幸存者们互相争斗。马斯克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，他想要来投奔阿伟，但却被阿伟给拒绝。他告诉对方自己是无症状感染者在隔离，不允许任何人靠近。没想到马斯克听到这些后，反而询问阿伟自己测试过没有。他从没有听说过有无症状感染者，也许阿伟根本没有感染。听到这里，阿伟愣住了，他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于是到了第二天，阿伟趁着换取食物外出时，偷偷躲过了无人机。随后他在一所住宅里找到了试剂，按照上面的说明，他将血迹滴入试管。就在这时，屋外突然传来响动，阿伟顿时紧张了起来。现在天色已经快黑了下来，玛丽曾告诫过他不要晚上出门，于是阿伟不再停留，拿起试管就打算返回住处。可就在途中却遭遇到了意外，在路过湖泊的时候，一只丧尸突然出现在他身后。这么精彩的剧情一定离不开好的设备观看。我最近就换个新手机，旧的直接爱回收上门回收了。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特别方便。你们要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电脑，上爱回收就对了。丧尸磨了磨牙齿后，就疯狂地朝阿伟扑了过来。阿伟转身想要逃跑，但紧张之下脚却打了滑，扑通一声就摔在了水里。眼看丧尸就要开荤，一支弩箭突然射出，将丧尸击倒。阿伟转头一看，一个身穿生化服的人映入眼帘。只见他再次拉开复合弓，又射出一支弩箭，爆头了刚爬起来的丧尸。阿伟已经被吓尿了，他没有接触黄衣人，而是趁机拿起东西就往家跑。回家后，阿伟也十分紧张，生怕黄衣人也会跟着追上来。就这样在忐忑中度过了一夜。第二天，一切似乎也恢复如常，无人机还在外面对他进行监控，妻子仍是每天给他视频，他也继续用闹钟锻炼身体。但就在晚上，阿伟继续抽血的时候，阿伟想起了背包里的试管，他发现试管的颜色已经变成了蓝色，这代表他没有被感染。阿伟看着结果不知所措，接着他好似醒悟过来似的，愤怒地拿出斧头劈碎了所有的闹钟。阿伟意识到这是一场骗局，他根本没有被感染，但为什么还要被隔离，还要每天抽血上交？于是到了晚上，阿伟将自己的事和昨天的遭遇讲给了女友玛丽听。阿伟质问玛丽到底怎么回事，玛丽却以都是军事机密为由没有说，但他向阿伟保证疫苗很快将会研究出来，到时候他们就能见面了。看着面前的女友，阿伟疑惑更深，于是他表面上答应继续提供血液，然而到了第二天却开始了行动。阿伟悄悄拿着斧头出了门，他知道无人机会定期送来补给，只要耐心等待跟踪无人机的去向，便能知道操控者的具体位置。就这样，阿伟小心地跟着无人机前进，穿过一片树林之后，阿伟发现前面出现了2个帐篷，他随即谨慎地朝上面靠去，一个帐篷旁边时不时发出恶臭。阿伟掀开了面前的抹布，一具尸体出现在了他面前，尸体面罩上还插着一支弩箭。他还在震惊中没有恢复，头顶上却传来无人机的声响。阿伟急忙躲在了石头后面。先前那个黄衣人这时出现在上面，他手拿弩箭，没有发现异常后，便扭头走进了帐篷。阿伟在他身后偷偷跟了上去，等掀开帐篷才发现，一个女人正拿着血袋给自己注射，而这个女人正是他的女友玛丽。对方似乎十分惧怕阳光，
随后两人返回屋里，阿伟质问女友为什么要骗他，可玛丽却说这是为了保护他。原来这种病毒根本没有解药，政府下令杀掉所有感染者，混乱也导致很多正常人被波及杀害。为了能保护他，玛丽谎称阿伟已经被感染，然后以用他来研制疫苗为借口，这才逃过政府的抹杀。但研究的时候要时刻受到政府的监控，所以每天都会受到无人机的监视。阿伟本来已经信了玛丽的话，他心疼女友为自己牺牲了那么多，可这时说着话的玛丽却一直盯着他受伤的手臂。You're bleeding. Something's wrong. So hungry, David. Okay, we're together now. 阿伟这时也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他偷偷用采血针扎破了女友的手，然后迅速将她关进了房间里，将采集的血滴入试管中后，很快里面的药剂就发生了反应，红色的药剂表示玛丽已经被感染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阿伟又找到了女友的帐篷，他在电脑里看到了女友储存的视频，原来玛丽早已经被感染，但是通过研究他发现，人类的鲜血可以抑制病毒的发作，但副作用就是十分惧怕阳光。看到这，阿伟才明白了过来，原来定期去浇自己的血液根本不是检测，而是提供给玛丽进行食用，怪不得会让她每天坚持锻炼，原来是怕自己这个血库身体垮了。电脑上面确实显示玛丽和政府做了交易，但这些都跟阿伟没有任何关系。政府也只是想明白玛丽的实验喝人血到底能抑制病毒多久。这时帐篷内的阿伟突然意识到自己今天没有给玛丽供血，于是他急忙打开自己房间的摄像头，果然此时房间里的玛丽已经开始变异。阿伟急忙返回家中，他知道十分危险，但对女友的爱已经冲破了他的脑袋。此时屋里的房门已经被撞开，玛丽更是不见了踪影。阿伟四处开始寻找，殊不知女友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。突如其来的闹钟声救了阿伟一命，女友短暂的恢复了些许理智，但很快嗜血的本性又占据了上风，玛丽又朝阿伟扑了上来。阿伟被吓得赶紧跑向了2楼，接着冲向窗前，一把将窗帘拉开。害怕阳光的玛丽急忙躲到阴暗角落，看着面前的妻子变成了丧尸，阿伟也十分的心痛。他想要给女友输血，让对方恢复原样。其实，在来的时候，阿伟都已经想明白了，只要自己坚持锻炼，继续每天抽血，这样女友就不会变成丧尸，还可以和他继续生活在这里。就在阿伟捡起输液器想要抽血时，这时外面太阳正好将要被乌云遮盖。玛丽瞬间便将阿伟给扑倒在地，嘴巴也是开始咯咯作响。看着面前痛苦的女友，恋爱脑的阿伟也不想抵抗了，他放弃挣扎，被玛丽一口咬中肩膀。吸食到鲜血之后，玛丽的意识也逐渐恢复，她清楚自己对阿伟做了什么，脸上充满了悲伤和负罪感。玛丽再也不想过这种半人半尸的生活了，于是她趁阿伟不注意，自己一人走到了太阳下。太阳光接触玛丽的瞬间，她的身体便开始燃烧了起来。阿伟艰难地朝女友的尸体爬去，他死死地搂住对方的身体，不愿放手。这时天空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无人机。不久后，阿伟身体也发生了变化，此时他也明白自己也已经被感染，他不想变成惧怕阳光的怪物，于是他打算挖一个坑将自己给埋了。就当阿伟躺在坑里准备等死时，阳光突然照射在他的身上，感受到身体传来的灼烧感，最后他还是败给了自己的求生欲。事情并没有结束，不久后接到阿伟留言的马斯克来到了这里，看着屋里各种食物，马斯克很感谢阿伟的帮助。一阵闹钟声响起后，马斯克坐在了电脑面前，里面坐着的人竟然是阿伟，不过他已经改名为斯内克医生，他的身份也变成了医护人员。他告诉马斯克已经找到了治疗方式，为了能研究出丧尸病毒疫苗，需要马斯克这个无症状感染者的血液。 We can start working on a treatment for you right away. In the shelves to your left, you'll find phlebotomy equipment, tools to collect samples of your blood. You're safe now.